记录百万时光，我是Toyang Ter，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一款来自 Marvel Legends 现货了一段时间的蜘蛛侠挂卡系列里面的 Spider-Venom 这个角色呢，其实直接翻译的话呢叫蜘蛛毒液，或者说你叫它毒液蜘蛛侠也是 OK 的。这次的挂卡风格，你可以看到是这种比较有科技感的蛛丝，上面没有蜘蛛侠的这个人物画像，它只有一个这个 Spider-Man 的字母的这个 logo。造型方面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角色呢，出自于故事线毒液战争。毒液战争具体讲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B 站翻一翻华商君的做的这个视频，我这边插一下这个。视频的截图，反正大家去搜搜看。主要的故事脉络是在艾迪布洛克和这个毒液共生体成为黑衣帝王之后，他们一起经历了种种故事之后，艾迪布洛克拥有了预知能力，而且他的儿子迪伦也拥有了一定程度的预知能力。他们都预见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未来，就是他们和毒液结合之后，成为了一个非常不得了且邪恶的恐怖存在。于是乎呢，二者父子呢，就是针对于毒液的这个所属权，或者说他的共生体的这样一个这个联系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争斗，拉边站。但是故事线远比这个复杂。最后呢，其实毒液共生体那坨东西呢，它也是比较产生了感情嘛，他不愿意看到这个父子相残的这个场景，甚至一度想放弃自己。最后呢，他选择了他的前宿主，也是我们的男主角 Peter Parker 作为这个新的这个宿主，然后结合。但是他们在结合的过程中呢，并不像以前的共生体蜘蛛侠，这次呢，他们在思想上是完全分开的。当然。他们的能力有所提升，而且就力量上面也是达到了就是蜘蛛侠曾经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战斗方式方面也变得更加的狂野，你可以看到他使用这个铁链。玩具本身呢，从上到下其实新规零件主要还是2颗头雕。本身的这个素体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初登场素体秘密战争的这个共生体素体呢，其实是一样的。待会儿我们拆开来看。只不过呢，这款玩具我目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品控好像还是不太行，比如说大腿的这个缝隙涂装等一些瑕疵不过美系玩具嘛，目前我这一款呢，我也没有预定，反正入手价格呢在120元，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我看现在你看到视频的时候，拼多多上应该是在1张半左右的一个水平，反正蜘蛛侠嘛，然后又加上共生体，一般都卖的还不错，反正这个定价我觉得也还算是比较香的吧。那话不多说，开箱。好，这全部内容物其实就是这么多，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隔着盒子就感觉到，除了2颗头雕是完全新规的零件之外，其他部分呢，手型，你比如说这边的开张手喷蛛丝的这个手型，那都是简单的这个人体彩绘去绘制成了这次的这个毒液蜘蛛侠里面不同的这个蜘蛛纹路，以及它的鞋子，还有它手套部分这个白色的涂装。这个涂装风格呢，很像是之前跟大家去介绍过的这个 Space Venom 那种感觉。张力呢，主要是靠这个把这个白线扩张到肩部去，让它有一个垫肩的感觉。同时呢，双拳以及脚掌的部分增添了这个白色的设计，让它的这个手脚更加的抢眼。新的头雕，待会儿我们仔细来看。素体方面，我们把这个人偶拿到跟前去做一个横向对比无论是手臂的肌肉纹理，还是这个大腿，还是这边的这个胸部零件，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这边的这个秘密战争版的蜘蛛侠我已经盘的，就是共生体蜘蛛侠已经盘的有点包浆了。那这一款呢比较新，所以说它的整个发色还是非常亮的感觉。那我们在镜头面前360的旋转一圈吧。首先呢，这个铁链零件呢，其实眼睛比较尖的朋友呢，可能就发现了，它其实是出自于2019年发售的那批天启时代第一波里面的野孩子的这个铁链。包括呢，它这上面这个铁链尖端的，就是这个锁扣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一样的零件，你也可以把它用来拴住别的这个角色，而且呢，这个锁扣呢还可以进行首尾相连，或者说中间的一些只要有大扣的部分去连在一起的这种玩法，反正捆绑 play 嘛。这个蜘蛛侠毒液，或者说毒液蜘蛛侠在故事里面它觉醒的这种战斗风格呢，就更加的狂野。与其射出蛛丝，它有了更多的比如说触手然后甚至用这种
街头的道具，去跟这个比如说恶鬼啊等一些飞行类的角色进行这种战斗。整体来说的话还是非常酷炫的。你与其说是一部这个毒液的漫画线，不如说是蜘蛛侠等一些其他蜘蛛侠故事线里面的反派呀、正派呀、同僚的一些炫技的这样一个故事。个人觉得还是挺有趣的，推荐大家去看原著，或者说看一下解说，去了解一下剧情。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次玩具的本身啊，头雕方面我们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点，怼着看一下。那首先呢，这第一颗头雕呢，乍看之下跟之前的共生体的头雕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实际上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老版的就是大概1年多以前还是2年以前的这个版本呢，首先这个半圆形的眼睛会显得更大一些，而且同时呢，这个凶狠的感觉，两者都有皱眉啊。但是因为这一款更光亮一些，怎么说呢？就好像这一只新规的，好像看起来就是更加凶，然后侵略性更强一点。再来看上身上的这个蛛丝啊，就像刚才提到的，它有一种闪电毒液的那种感觉往外扩，然后呢，最后一对这个猪腿甚至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腰带的这个感觉，而且同样也是前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贯穿设计。这个设计呢，把这个蜘蛛前后的2个 logo 呢，反正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看的。不知道大家给这一套 suit 打几分呢？1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到一个8分左右的这个分数。虽然是大家常见的毒液蜘蛛侠的感觉，但是呢，它又通过这个夸张化的这个处理，让它做出了比如说这个毒液特工啊等一些其他版本的这个蜘蛛侠，或者说毒液共生体的区别于其他的这个黑色，做出了不同的这个设计。整体来说我是非常满意，一体性也是不错。可动性方面我们就简单掰一下，头部啊抬头这边是一个也是老式的这种转轴关节，其实我觉得这个关节呢还是比较可靠的，能够提供非常稳定的抬头幅度。毕竟蜘蛛侠嘛，你想要去做爬墙的动作，胸腰关节呢还是非常 OK 的。这个腰部往后仰、往前倾，包括这个胸椎的这个360的旋转也是没有问题。手臂平台这个地方依旧要注意啊，不要把这边的这个零件掰坏了。反正稍微借个位再去做平台，不然的话还是很容易发生干涉。会把这个地方软胶零件给怼坏，大家把玩的时候小心。二头肌的旋转没有问题，然后这边大臂，然后以及这个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无孔素体嘛，反正这个地方都没什么太大问题。脚部这边1字马，然后这个前踢的部分非常紧实，前踢略超过90度一点，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也没有紧得过分。下半部分呢还有一段这个胫骨的旋转，整体来说可动性方面是非常优秀的。接下来我们来换头，哇，这个头雕还是非常紧的，把这颗 Peter Parker 的共生体战衣，或者说这个叫毒液蜘蛛侠 Peter Parker 的这个头雕，我们给大家在镜头面前呈现一下。那首先呢，这个颜值方面还是不错的。这一次的这个共生体蜘蛛侠没有露出任何这种邪异的，就是有一些皎洁的坏笑，这个上面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因为本身呢，这个毒液并没有去侵蚀或者说和蜘蛛侠 Peter Parker 的这个神经以及他的意识进行融合，所以说对他的整个人格是没有影响的，也没有说什么放大他的这个攻击性啊等一些宿主的侵略性。与其说是共生体，不如说是他们2个成为了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没有谁作为主导，同时呢，他们也共享了自己的这个战斗技巧，在故事线里面，我觉得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头雕呢，很多朋友呢也都说算是一个神头啊。我觉得，主要是他在把这个背头和这个前面的类似于美式前刺的碎发部分处理的非常优秀。面雕的这个涂装，你说涂得很好吧？我觉得就是还是保正常的喷印水平。有不少朋友呢去选择拿一个不是那么锋利的小刀去把它的这个黑色部分给刮掉。刮掉之后，因为这毕竟呢大部分脸上都还是塑料原色嘛，所以说你把它沿着这个共生体的痕迹刮掉，就是一颗比较好的严肃脸且有一点自信的 Peter Parker 头雕。这个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自低的选择。整体来说呢，这个头雕我觉得可以打到一个8分的水平，但是有没有那么神，这一点呢是比较主观的，就留给大家去评论区去讨论，或者说把你的这个自低作品给抛出来。然后感谢各位
观看的朋友或者说秀图的朋友的一些支持啊。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这款玩具呢，说实话，我觉得首先黑衣帝王故事线之后，蜘蛛侠的故事呢，目前呢也只有终极宇宙呢是比较有意思了。那可能也是我的阅读量不够。那如果说有更有意思的故事线，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和分享。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玩具层面来说的话，是一款这个8分以上的玩具，而且现在价格也不算太贵。总的来说，你如果对这套战衣以及这次的这个 Peter Parker 的头雕比较感兴趣的话呢，还是可以以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再考虑入手的。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团长，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